有美媒消息称，我国正向着超级军事强国前进，并且现在已经拥有了全球最先进的军队之一。来看详细情况。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在珠海航展开始后，本次航展亮相的多款武器，让不少人见识到了中国的军事实力。特别是美媒、军事类媒体1945认为，中国现在有着全球最先进的军队之一，并且还在向着超级军事强国这一目标前进。这家美媒觉得，中国现在在导弹领域取得的成绩是全球第一的，特别是目前最先进的高超音速导弹，这种全世界没有任何防空系统能够拦截的导弹，美国研究了好几年都没研究明白，而中国在这段时间却接连亮相了多款高超音速导弹，如东风17、东风21、东风26，再算上之前的055发射鹰击21，中国已经有了海基和陆基两种发射方式的高超音速导弹。而本次的航展上，轰 6K 的挂弹出现，算是填补了中国在高超音速导弹领域的最后一块拼图——空基。在轰 6K 的挂点下方，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2枚空射版的鹰击21。由于海基版的鹰击21射程大概在1000公里，而空射版的射程更远，大家预计这款导弹的射程应该在1500至2000公里之间。轰 6K 搭载上这款导弹，就能够实现防区外作战，让美国精心布置的岛链战术彻底失败。除了有专门对付美军航母和大型军舰的高超音速反舰导弹之外，中国还有着用于打击地面目标的激光制导炸弹。比如说这次亮相的 YG-1001， 这款导弹的重量达到了1000公斤，可以通过歼轰器 A2 或者是歼16进行投放。配备了穿透弹头的它，对付某些小岛上的坚固设施一炸一个准儿。至于说对付空中目标，中国现在有太多的手段了。先不说在外贸区展出的那数十款防空导弹，就连无人机都能够充当战机来对付那些空中目标了。这些无人机的载弹量动不动就是几吨，堪称是空中的炸弹卡车。像用于对外出口的翼龙3无人机，这款大型无人机不但有着接近3吨的载弹量，还有着一定的隐身能力，航程更是超过了1万公里。相比较在乌克兰战场上大出风头的见证者136无人机，一架只有50公斤战斗部，这一架翼龙3的载弹量就相当于好几十架见证者136了，更别提它还有着隐身能力，即便是想拦截都很难。出口的都这么厉害，我军自用的无人机更是夸张，有 FH-97A 这种可以当作无人僚机的无人战机，也有攻击11这种可以当作轰炸机的无人攻击机，还有无侦8这种全球唯一一款高超音速无人侦察机。除此之外，中国的航母5代机也在不断建造中。反观美国在这些领域就拉得垮，高超音速导弹领域取得的成就几乎可以说是0，在无人机领域也陷入了瓶颈。当做无人僚机打造的 XQ-58A 女武神，至今还在测试阶段。最新的一艘福特号航母建是建好了，但是技术不成熟，强行服役后，直到现在都没有形成正式战斗力。唯一能和歼20抗衡的 F2 也因为各种原因停产，剩下一款 F35 五代机还因为发动机中的材料是中国的而紧急停产。最后实在找不到其他供应商了，还是接着用中国材料造。虽然造成当前这种局面有着一部分原因是和中国在近几年来取得的发展实在是太快了有关，但是美媒觉得更大一部分原因还是因为美国政府现在内部的混乱。现在的美军用着中国威胁论的借口，一直向国会索取巨大的军费预算，而国会的老爷们一听中国都这么厉害，快赶超自己了，这还了得？100亿太少了，给你200亿，确保要把中国给比下去。那平白多出这么多军费预算的美军该怎么花这笔钱呢？当然是自己拿去享受去了。阿富汗战场空运马桶盖都是小儿科了，胆子大的直接和那些军工巨头们平分，把项目的时间延长点，成本提高一点，
原本100亿的预算，因为某种不可抗力因素提高到200亿。等到产品造出来之后，性能再砍掉一半，想要性能更强的，加钱就能升级了。反正美国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就算这些武器有啥问题，其他国家也发现不了，没人敢来找美国的茬儿。就这样，到了关键时刻，美国就掉链子了。现在正是美军需要秀出自己实力的时候，结果就发生了核潜艇撞山、F-35坠海、B-2坠毁、F-22拍地板等一系列事故，气得国会想立刻把这些装备都换成新的。但是这时问题就来了，我之前投进去的那么多钱都哪儿去了？新飞机没研发出来，航母还在休整，军舰造了3艘停产，新2栖战车更是全部停止使用去解决漏洞。而解放军新武器的列装速度不但是美军的5到6倍，就连研发的费用都相差了数倍。美媒担心，要是再这么下去，中国成为一个超级军事强国只是迟早的事儿。而美国若是再不做出一些改变，恐怕连自己超级军事强国的身份都要不保。